嗨，大家好，我是阿凯。大家发现没有，今年这个冬天还是很暖和的。像今天这个温度，现在目前应该有个20度左右，穿着棉袄还是很热的。不过再过个2、3天，气温就要下降了，最低气温能够达到个零下13、14度了，那就需要取暖了。前段时间刚讲过，我们这个山里是如何取暖过冬的。前段时间讲过，我们这里主要是烧煤取暖，像我们家呢就是存放着这种蜂窝煤。这种蜂窝煤呢是直接放到那个炉子里直接烧就行了，还有的家里是烧煤炭的，不管烧哪种吧，它都属于一种物质。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统一政府定的这种洁净煤，但是它也跟以前煤球也是一样的，也是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所以烧煤球取暖虽然说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让屋子暖和，但是它的安全隐患也是很大的。每到这个冬季取暖过冬的时候啊，尤其咱们农村不像城市有集中供暖，像我们农村呢，有的是用电取暖，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点。但是大部分呢还是用煤取暖，因为用煤取暖它整体这个温度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用煤取暖它的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就挨着这几天，我们村里已经有连续2个人因为煤气中毒去医院了，其中1个还是比较严重的，救护车直接拉走了。所以这个煤气用煤的安全隐患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大家应该还记得前几年我有一次就是煤气中毒了，我还拍视频了，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就去医院吸氧了。像我们这里取暖的大部分家里都是有一个这种炉子，把蜂窝煤直接放进去，有的是直接放煤块的，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家这个炉子呢是后来这种新型的取暖设备，它就是通过这个管道，然后有暖气片，暖气片是装水的，保持水的温度，这种水暖，这种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我那年是怎么种煤气的呢？其实说出来这个过程还是挺搞笑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这个炉子是在外边的，客厅外边的，我在卧室睡觉，晚上我是怕闷，所以就开着门了。其实开着门也是没问题的，但是生火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那天正好是天冷了，我是本来没有生火的，我妈怕我晚上冷，没跟我说就直接给我生着火了，就导致了我种煤气的结果了。大家可以看到，尤其后来这种新型的这种炉子，其实整体它设计的密封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只要把煤球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把下边那个门稍微开一点，它就可以持续的燃烧了。最主要的是这个火必须得有个烟囱，烟囱通过这个地方然后一直接出去，接到户外。咱们从这个屋子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烟囱从我们房间里直接通出来了。我那次是怎么种的煤气呢？其实就管小鸟，小鸟夏天喜欢在这个管道里垒窝，小鸟直接把那个巢垒到这个窝里边了，但是它就堵住这个烟囱了。提前生火的时候没有检查这个，所以导致那个烟直接又倒回去，弄到屋子里满都是那个烟味，就导致我中毒了。然后大家再下来看一下我妈下边这个取暖，我妈这里也是这个暖气火，这个烟囱呢直接是从这里通出去了。像一些老人家里这个火啊，它可能就是只是一个这样的普通火，它不是暖气火，只是一个普通火，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取暖。甚至有的老人呢，他都没有装这个烟囱，没有烟囱的话，他这个烟就是在室内满屋飘了。可能这个村里有的房子它比较漏风，还不影响，但是这个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只要是取暖，必须得接上这个烟囱，把烟给排出去。如果不排出去的话，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说1000道1万，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温暖过冬，并且能够安全过冬。首先第一点，咱们在生火之前一定要检查好炉子还有烟囱的排放效果。尤其咱们经过1年的时间，夏天比较潮湿，导致这个炉子还有烟囱整体它会腐烂，所以咱们生火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并且及时更换新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农村的老人可能会自己生一个那个小火放到睡觉的地方，并且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取暖，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安全隐患的。咱们晚上睡着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个烟气无法及时排出去的话，它会在整个室内弥漫，咱们大量吸入这个烟气之后就会导致中毒，尤其老人这个抵抗力差，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咱们有条件呢还是要装一个那个暖气火，尽量把那个暖气片通到室内睡觉的地方，
把火安置在室外，像这个院子里了，这样都可以的。再不行就是客厅内装上火，然后咱们安一个烟囱，这样还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点。安全无小事，这个煤气中毒真的是非常严重，严重的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老年人不懂的，希望年轻人多给老年人科普一下，大家多多转发这条视频，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过冬。